大家好，我是朱军律师。陈耀迅的蛋黄酥黄牛价炒作到2500元一盒，周杰伦的演唱会门票据说已经被炒作到1张6万元了。黄牛的管制啊，其实一直存在，但是黄牛这个行业却从来没有消失过，这就是为什么呢？所以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是，黄牛有法可管吗？在开始之前，我们可能要先讲一下黄牛到底是什么。它其实是一种非正式的中介，不能全部说它非法哦，因为我们等一下就可以慢慢探讨到底黄牛是不是真的有违法的行为。它这个词来自于是20世纪的上海，那个时候他们是觉得说这些中介在抢票的时候，很像一群黄牛群在骚动，所以把他们称之为黄牛或者是黄牛党。那黄牛为什么会被人家诟病呢？主要大家认为它不好的原因是觉得说你炒作就会影响到正常的销售管道，因此把它认为是一种非法的行为。那在台湾最早有关黄牛的法律，其实民国80年就有了，它是在《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4条2款，就是社维法。它规定是，如果你不是为了自己使用去购买运输、游乐票券这2种票券，你去转售图利的话，可以处3日以下的拘留，或者是18000元以下的罚锾。那当时的立法理由主要是针对有很多这样的黄牛，他们会在车站或者戏院前面，他们就会霸占着那个票口，然后他们自己买了之后卖给后面排队的人。所以当时好像是大家认为说民众水准普遍不高的时候建立的一个法规。但你把这个法规放到今天来看哦，因为它是行政法，它是没有牵涉刑责的，就算它有拘留，它也是行政机关的拘留，所以它警察机关调查的程度其实是有限的。加上现在黄牛都利用什么？它其实都利用网络，它不会站在票口给你抓了，所以其实你抓不到。那另外就是它是抓到一次罚18000元嘛，那个年代可能很多啦，但你放到现在来看，它黄牛可能一张票他赚好几万，他18000元他当缴税啊，他根本不害怕嘛。所以就开始有人觉得要修法了。率先修法的是铁路法。铁路法是规定说，如果你购买车票之后去加价出售，按照车票的张数，我可以一张处你5倍到30倍的罚锾，票价的5倍到30倍。那如果你是以不正方法输入虚伪资料的话，这样的情形甚至会有5年以下有期徒刑，然后300万以下的罚金。什么是不正方法输入虚伪资料呢？就是如果你使用外挂程式，或者是你骇客直接骇入售票系统去把票买光，或者是你现在不是很多是实名制嘛，你盗用他人资料去买票的话，这种状况是甚至是会有刑责的。台北曾经有一个人，他建立了一个网络平台，他去买高铁票，左营到台北或台北到左营的高铁票。那他买的票价是65折，为什么是65折呢？因为他买那个30人以上的团购优惠。跟他买的人，就除了原本票价的65折1055元之外，他每次的交易次数要再付一笔行政支出费用20元，跟邮寄费用80元。那行政支出费用其实就想象成是手续费啦。那你们觉得这个会构成铁路法吗？会是不是？好，但平台业者的主张是说，为什么我不能揪团？我揪团之后，我满30个人我去团购，那我拿到这个团购优惠，大家分这个钱，我没有加价出售啊。我虽然有20元，但这20元是手续费。后来法院是采用这个平台业者的说法的哦，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说，你本来委托契约，你如果请人家去代购或请人家去代牌，这个契约你答应人家要付人家费用，本来就是 OK 的，它就是一个委任契约，所以这个是 OK 的。而且加上他收的那个行政手续费，它其实是按交易次数，你一次跟他买10张、20张都是那个20块，就你只要加20块给他就好了。那个邮寄的费用，假设你选择面交的话，甚至不用给他邮寄费用的80块，所以它不是按照车票的加价。所以你如果收这个手续费，其实是 OK 的，他就认为他没有铁路法的问题。所以事先约定价钱就谈妥，这样就是合法的。应该说看你怎么包装那个价钱，因为他用手续费，而且他不是票每张票去加价，他是一次性收。你买10张、20张，他都收20块。那这个手续费，他认为只是委任契约的一个代价，所以是 OK 的。112年之后呢，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跟运动产业发展条例
也有接连的修法。那他们就是针对艺文表演的票券，就像音乐、戏剧、舞蹈，这个都算。运动赛事、职棒啊，或者是其他的比赛的那个贩卖的票券，它都算。假设你有加价去抛售票券，然后得利的话，它基本上每张票可以罚10倍到50倍。那理论上，像周杰伦那个，他被6000加到6万嘛，那你一罚10倍、20倍，其实就超过了，就会降低人家想去做这件事的欲望了，因为它是算每张票的嘛。那如果你用虚伪资料或不正方法，就是外挂程式，甚至你是拿别人的资料去实名制的话，还会有期徒刑的问题，3年以下有期徒刑，甚至是可以再罚你一笔罚金300万以下的。那真的没有票，如果假装有票的话，那个其实就是诈欺，就像那个什么陈耀迅的蛋黄酥，有人拿到的其实根本不是陈耀迅的蛋黄酥，那这个它就不仅仅是黄牛票的问题了，它还是诈欺的问题。对，如果你买周杰伦的票，他后来给你周炳伦的票，那基本上就是诈欺。那如果遇到黄牛的话怎么办？哦，其实文创法在修的时候，文化部跟内政部就有联合推出一个检举黄牛专区来，所以你是可以去实名制检举说，假设你有看到有一些票券明明应该要实名制买，后来却流出来了，这个是可以去检举的。而且他一旦查获的话，检举人是可以最高领到10万元的检举奖金。但我觉得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再讲一个案例给大家听，就曾经有一个人呢，他在那个职棒的社团里面，就去卖了某一个运动赛事的门票，那个门票的票价原价是300元，那他确实就用300元转卖没有错。可是他说你在买这张票的时候，你必须要搭配一个周边商品，那这个周边商品加这张票，我一共卖你2000块。那他当时为什么被抓呢？他被抓的原因是因为警察机关认为这个周边商品只价值600元，所以你加起来等于说你赚了1100元嘛。他提告之后，经过法院审理呢，法院认定他是无罪的。因为那种周边商品，就是有 IP 的这种知名 IP 的周边商品，它其实没有一个公定价，就很像很多人在玩手办或者是公仔或者是那个精品。其实它虽然在卖出的时候有一个价格，可是它到市场的时候有可能是翻倍，有可能是降价嘛。所以法院认为那个周边商品其实没有一个公定价格，你不能说他当初卖600元，你转售的时候就只能要求人家卖600元。所以法院认为他加的钱不是那个票价的价钱，所以认为他没有转售图利的问题。所以其实是有操作空间的就是你如果有搭售东西的话，基本上有可能有机会不被认为是票价的假售，你就不会落入这条黄牛的问题。除了票券上的黄牛的话，我还想另外跟大家介绍2种黄牛。第一种是司法黄牛。司法黄牛，它普遍是你没有律师执照的人，你却去招揽诉讼。其实3不5时会看到这种新闻哦，就什么假律师被踢爆，他什么做了4、5年，获利几百万、几千万。他甚至是有赢诉讼的。那有一些司法黄牛，他背后也有真的律师啦，但老实讲，那个都在法律边缘游走。就是我是建议大家不要这样做会比较好。那近期最知名的司法黄牛就是超马好手林义杰，他开了一间公司，然后这间公司呢，他会先跟国外的电影厂商或版权的所有人去买一些在台湾还没有人代理的电影。那买进来之后，一般人的做法是跟影音平台、跟合法的平台去谈授权嘛。我把我的影片，我有授权影片拿去你们那边放，那看你们每个月要怎么样分润给我。但他不是，他把电影的种子上传到一些非法的平台上，那让网友去下载这些电影的种子。那他下载之后，他就有这些网友下载的 IP， 接着他再利用他拿到的授权去告这一些网友侵害著作权。然后跟这些网友谈和解，去取得和解金。他整个提告过程也会有机会委任律师。他其实很猛他等于自己制造需求，他就自己去把这个东西上传之后引诱人家下载，然后再告他们，然后再去委任律师取得和解金，然后他再上传，他就是制造一台永动机的概念，你知道吗？为什么会有人会想要委任假律师？我觉得绝大多数的人一定是没有去查证，因为他可能去他的办公室，然后看起来好像是个律师，然后看到可能律师执照，他就相信他了。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这种假律师，他其实比较敢说，他都会说哦，这件事情100%没问题，我稳赢的，甚至他有可能会说，我跟某某法官跟某某检察官就很熟啊，我们都是学长姐学弟妹之类的。正常律师是不能去讲这种话的，因为我们有律师法的规定，就是如果你去问一个律师说，律师我们这一件赢的几率是多少，然后他吞吞吐吐
度的，不是因为他没有信心，是因为法律规定他不能讲这些话。所以如果会跟你讲说什么这个我百面赢的那一种就要小心了。那有一个最简单的验证方式是就是去法务部的律师查询系统，然后输入那个律师的名字，你就可以看到，如果他是一个合法而且现在有在职业的律师，他都会在法务部那边有做登记。如果没有在法务部有做登记，要么他没有执照，要么就他现在是不能执业的状态。那以及在你付委任费之前，你至少看过你的律师一次，因为有些人也是会拿一些知名律师的名字去骗人家嘛。那如果我拿司法黄牛的话会怎样？假设你有律师资格，然后你去保证诉讼会赢的话，或者你去贿赂那个司法官那你有可能会被工会除名。除名之后，基本上要么你重考，要么你这辈子没有办法再考。对，那如果你没有律师资格的话，就会有刑期的问题。你有可能会是律师法127条，1年以下有期徒刑，3到15万的罚金。又或者你会有可能会有刑法上包揽诉讼的问题，也一样是1年以下有期徒刑那甚至你有可能诈欺取财，因为如果他是因为你是律师才委任你的话，那就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了。最后还有一种黄牛叫保险黄牛，你们知道什么是保险黄牛吗？他是专门替人家办保险理赔的，不知道现在还会不会，但是以前其实会有很多这种保险黄牛在医院流传。他常常可能会跟人家讲，就是我是政府的义工，或者我是某某企业的顾问，他会去找一些老人家，然后就跟那个老人家说，你看你这个开刀什么，你是可以申请理赔的，你知道吗？你都不用钱，只要你给我一笔费用，我就去帮你申请等等。他其实有很多种变形，还有一种是他会去帮那个车祸的受害人去调解，那从那个调解金里面去赚一部分他的佣金。所以呢，保险黄牛它是违法的。其实如果他有跟你讲清楚说他是代办，然后没有任何欺骗的话术的话，其实有可能他不违法，但是他抽取这个佣金其实没有必要。加上有的时候大家没有仔细去看那个委托的契约，你跟保险黄牛的契约，甚至有时候根本没有，那你有可能最后一笔钱都拿不到，可能这个原本一开始就是不能申请的，但你还是得付他一大堆什么行政费用，有的没有的。所以有时候保险公司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其实会跟大家宣导说不要去找这样的人去做代办。那黄牛这件事到底值不值得罚呢？我是觉得好像不可以一概而论因为就像我说，假设他们都没有说谎，他们把自己的身份、自己的管道说得清清楚楚，然后让你没有资讯不对等，你要求他帮你做事情，他跟你收取一笔钱，那就是一个正常资本社会会有的行业。那你说黄牛违法是因为他会炒作，那其实房地产、股票跟比特币都还是有炒作的意味在里面所以这个比喻当然是建立在大家都是资讯对等的情况下。假设有诈欺或使用一些非法程式的话，我认为它就是有违法的问题。对，但只是我觉得惩罚的原因不能只是因为他从中获取比较高的利益，你就觉得卖黄牛票的人是有问题的。那相对来讲，如果卖黄牛票的人只是因为赚钱他就有问题的话，那买黄牛票的人有没有问题呢？所以我觉得可以给大家一个回家作业，就是去思考一下为什么黄牛这件事情是非法的。大家如果对于黄牛有什么意见或什么想法，或有遇过什么奇奇怪怪黄牛的案件的话，都欢迎留言跟我们讨论哦。我是朱军律师，我们下次再见。